为什么每次都忘记？这跌1%啊，跌1%是我的操作机会，每次都忘记。忘了，跌1%哎，这边跌1%，所以这边正常来说我要加仓。这天2月13日我要加仓，我好像是说我忘了加了，是不是？每次都会忘记加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做个投资记性这么差呢？我看一下，SPY 说实话有点危险呢，现在这个走势，我觉得要双交叉了，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吗？等一下再分析一下。8点52分，再让我耍废8分钟。你看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忘记买？2月9号，真的忘了买。礼拜五我忘记买了。礼拜五忘记买股票，为什么每次都忘记？这跌1%啊，跌1%是我的操作机会，每次都忘记。我有卖 SGO 吗？也没卖。完了，礼拜五在干嘛？礼拜五我开车回家啦。那天晚上要交易，直接忘掉。我那天从宜兰开到中部，哇，开了好久。等一下，先下单。然后下礼拜一好像是我的 App 有跟我讲是什么美国的一个节庆啊，所以现价要赶快站稳回去，最好是这种最好的状况就是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要交叉没有交叉的话，我之前讲过了嘛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又可以走一大段很长的行情啊，就跟0050一样，0050那时候我就讲要交叉没有交叉，看0050，但台积电现在很强势啊，还是很强势。看一下0050，哇，有没有直冲天际？最好的状况我是希望看到这个啦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这里20跟60年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又走，然后就会往上开一个很长的行情，到现在都还没结束，有没有？它这个下来20年内又守住再往上，这种最好。庄立珍询问 GEV.US 现在可以进场吗？GEV 这个我之前选股的时候选到，我只能说这家公司真的很牛看一下 GE Vernova 这家公司，估值呢是很贵，估值一直都在 F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获利能力跟成长性都是 A 加，所以这家公司在这几年是大幅的成长啊，一年涨了116.61%， 5年呢，这家公司涨了多少？几年上市的？感觉只有2023年中才上市，但你先看，自从它上市到现在涨了多少？涨了486.57%，所以这家公司已经上市了1年半吗？2023现在是2026嘛，所以是2年半了，但它的成长性跟获利能力都还在一个第一梯队的表现 ，Momentum 也都赢它同行，也都是 A 加 ，Revision 呢从 B 减变成 B 加变成 C 变成 A 减，所以分析师对它预期也还在上调，所以这家公司是非常就是有潜力的一家公司，但是估值太贵，但估值不重要，因为估值我觉得要看成长性调整过后的估值才是重点。那先看这家公司在做什么的，它是在这个 industrials 工业的这个 sector， 那它 industry 是在这个 heavy electrical equipment， 就是它是做这个重电的这个重电设备。那你看它在这个 sector 的话，它是612家排106名，在这个 industry 是13家排第5名。好，那我们具体就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表现怎么样。我先看什么呢？先看估值估值看起来有点惨同行的这个 PE 就是本益比的话是只有 23.4， 但它是 47.33这是大概多了1倍。那但是 forward 的话呢，多了 1.5倍，比它同行中位数多了 1.5倍左右。但是我主要看的是什么？这种高成长的公司估值一定会很差，但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PEG non-GAAP forward， 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这个本益比是经过这个成长性调整的你看，只要经过成长性调整的，它的本益比呢只有 0.21，
但它的同行中位数是 1.49， 也就是它现在是比它的同行便宜了 85.93%， 便宜了。那如果看 forward 的话呢，就是分析师预估的话呢，是比同行未来它是比同行打折了35%左右，所以它的估值虽然很高，但把成长性考虑进去的话，它还是便宜的，还是比它的同行还便宜。这个线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这个线型，如果你有看过一本书，那本书叫做投资冠军吗？叫什么？忘记了，反正 Mark Minervini 的一本书 ，Mark Minervini 啊，这个他的书叫什么？哦，超级绩效，他的书叫超级绩效，他的作者是这个 Mark Minervini，他是参加了很多的那个就是投资比赛，他都是拿冠军的，他就写了这本书，他怎么选股，他怎么做，超级绩效，台湾翻译下来叫超级绩效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。那为什么要讲这本书？就是他的这本书里面呢，就说他选股票都是看到这个线型，那就是这个线型叫什么？这个线型叫 VCP。VCP 是什么 ？VCP 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这一本书指出来的啊，这是它的绩效啊，每年都赢。它就是用这个 VCP 在选股票，它就是主要看这个股价收缩了几次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短线交易或是这个那什么 swing trader 的话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几个收缩这个东西。那他说这个收缩代表了什么意思？那在这边又搭配成交量怎么看的话，这个收缩越多次还怎样的话，他就会跟你讲他是怎么选股票的。这个收缩几次怎么选到这些股票啊？所以你再回去对到联发科，就是它就是走一个这个 VCP 的这个线型。那这个 VCP 的线型，他说要在最后的这个几个地方去介入，这边都可以去尝试介入。那你看这个 VCP 线型真的走出来了，这本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超级绩效我有看完。大家知道联发科赚多少钱吗？你也有入手 MU， 但高点靠住，不用怕 ANNR 不用怕，拿着 MU， 我今年是最看好的一家公司。跟我爸一起看直播哦，这么好，全家和乐融融一起看我直播。这边大家知道联发科一年赚多少钱吗？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看到薪水？大家如果最近有想要转职的，想要看哪一家公司赚比较多钱的，可以去参考一下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，里面有一个非主管职、非主管员工薪资的这个中位数哦。大家如果要转职，想要看哪一家公司赚比较多钱呢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一下，这里就会统计了一下有一些公司。好，假如我们就看上市14年度好了，我们可以看什么？半导体业，我们看半导体哪一些公司最屌？要怎么没有？坏掉了吗？看113年好了，113年的还有，114年可能还在整理，还没出来。好，我们就这个薪资的这个中位数来排，然后这样资料由大到小，可以看一下，联发科就是半导体业那些工程师里面的领头羊，这是薪资中位数哦，然后已经排除主管了哦，就是他们都已经是一般的员工了，已经不是那个主管那些很高收入的人，他们一年可以赚多少钱？他们现在联发科有11566个员工，员工薪资平均数，我们通常薪资不会看平均数，我们看中位数。中位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第1名到第100名排队站，那第50名的那个人他的钱是多少？来，这里112年，他们一个人一年领了3094，这个单位是千元吧？单位是千元，也就是他们每个人的薪资呢，就是300万。300万啊！300万要赚几年？他们不用做股票。然后113年呢，343万，他们联发科一年员工第50名，也就是你那个烤鸡甲乙丙的话，丙是最差，乙是中间，那甲是最多，拿乙的人大概就拿340万。所以你身边要是有联发科的朋友，千万要抱住他的大腿，对不对？然后第2名呢是这个瑞昱也是很多，有没有？320万到250万，225万
250万到320万啊，达发、联咏、台积电还排第5名啊，所以你身边有这5个公司的朋友呢，千万要跟他们深交，对不对？之后吃饭呢，都请他们出钱。主播不足一台哦，不足一台，有啊，有吧？我有电脑，我带电脑回来，好吧？我电脑就是这个 Mac Mini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小台，我是有带电脑回来的 ，OK 吗？我是有带电脑回来的，但就是这个位置是我哥的，这位置是我哥的，我要不然就只能去后面那边直播了。啊，这个椅子比较好坐，哦，啊，这个椅子很舒服的，位置荧幕也要还别人呐、啊，我没有荧幕。但是明年那个 Mac 上市，我会买不是啊，今年听说3月会新发售 Mac， 大家有关注这个消息吗？我可能会买一台。最近那个记忆体已经涨翻了，所以那个3月那个 Mac， 如果大家最近觉得差不多要换一台电脑的时候，那个 Mac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记忆体的价格，那个记忆体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，但是苹果呢？苹果有和这个记忆体商签了一个长期合约哦，长期合约就是这一次的 Mac 还不会涨价啊，不会涨太多啦，我觉得可能会小涨，但是不会涨太多。但是下一次的 Mac 呢，那个记忆体的价格都是翻了好几倍的，所以下一次的 Mac 的价格会大涨，而且 Mac 也要换那个它电脑的那个什么那个模板，就是会看到不同形状的 Mac 吧之类的。所以3月好像我听说会上 Mac， 大家可以有想要买 MacBook 的话，可以把握一下时间。主播什么时候回去台北？我家礼拜2、3、4要去玩，然后慢慢玩，玩完的话，可能礼拜4、礼拜5会在北部。所以这礼拜3，我是出游的，不会开直播。今天忘了跟大家讲，存储也涨烂了，没错 ，SSD 也涨烂了。大家知道那个记忆体涨了多少钱吗？大家知道去哪里看吗？记忆体的报价是已经现在要组桌机的人，你那个记忆体插一片都是要花2倍的价钱，已经这么夸张了。主播那应该是要买记忆体的股票，不是买 Mac， 不是哦，买 Mac 是要创作啊，为了你们好不好？我是要创作用的，帮我整天带这个 Mac Mini，大家知道我现在电脑怎么都是怎么携带的吗？跟大家讲一下那个。不是原价屋，不是原价，原价屋也有涨，但是你要看到一线的那个记忆体报价。跟大家讲我现在是怎么带我的电脑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我先买了一个这个盒子啊，这个中间放 Mac Mini，这边放那个线，对不对？我还要订一个那个键盘，蓝牙键盘，然后放在这里。这是我的笔电啊，笔电包我现在是没有。它就是一个没有 battery， 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的笔电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插头才可以使用我的笔电。然后呢，就是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移动式的萤幕，这个 portable 的那个 monitor， 然后再带着这个 Mac Mini， 然后加上我的这个蓝牙滑鼠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键盘太大了，我要换一个蓝牙充电的键盘，就不会带这么大颗的键盘。这个怎么有一只马尔济斯在这里？你是马尔济斯还是科尔必斯？想听 COHR 跟 LIT 的线图分析 ？OK。COHR 我有持有，就是 Stephen Crisis 有挑到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 COHR 这里有挑到，所以我也是有持有的。COHR 目前是我这个赚了23.75% 在1月12号买进的吧？1月12号买进的。然后看一下这个 COHR 的线图。其实我持有这些股票，我都没有很认真去看他们的线图，因为我就想说，真的会拿1年，除非会降频，我才会卖。看一下 COHR 这一天看到了吗？从哪边开始完成双交叉的？可以往回找。这里交叉回去。这原本掉下一个，然后要交叉回去，所以这里又重新开启多头排列。那这边就一直往这边走了，一直往右上角走了。那接下来就是一直被打到20A，被弹上去，打到20A 被弹上去，打到20A 被弹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目前呢，这根跌的比较重，但是打到60A，60A 底扣在哪里？还在很下面，对不对？
60年的抵扣价那时候可能还在这里吧，所以离这里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所以这根20跟60，它的抵扣价都还在下面的话，它这些都是支撑，所以价格又被拽回去。那目前呢，20年的抵扣价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那现价呢也是比它高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20年一样持续是支撑，所以不用去吓自己，所以就是继续拿着，这个趋势可能就继续往右上角发散，不用怕。我靠，它就是一台主机啊，好酷！Frank， 已经2026年了，Mac Mini， 了解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我整天带这个公事包啊，每天带这个公事包啊，这是我的笔电包，看到吗？然后再加我的 Mac Mini， 然后再加个蓝牙键盘，加个蓝牙滑鼠。其实你就是一个笔电了，但你就是没有那个 battery， 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笔电，就是要插电的笔电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刚刚还有第2家没讲，那个马尔济斯问我的那个 LITE， LITE 也是强势的不得了。你看它在什么时候完成双交叉的？在这里，2025的5月中就完成双交叉了，然后这边就一路往右上角走了，都没回来。这里可能有碰到一次20NA，这里有回来碰一次20NA，然后这种线型一定要好好把握啊，对吧？这种 VCP 的这种线型啊，有没有 VCP？ 然后又走上去。那接下来有再碰到20NA吗？都还没这里可能又碰到一次，反正这个20NA很强势啊，20NA很强势啊，所以都被弹上去了。那这里呢有一个修正，但是修正完了，我之前讲过了嘛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20NA跟60NA要交叉没有交叉。我跟你讲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先记一个口诀啊，好不好？要交叉没有交叉的话，又是1倍的行情，所以你从现在这边来说呢，这个创新高后，这家公司的行情等于又重新刚开始，所以你说这个线型是我见过目前最强的线型。要交叉没有交叉，了解一下这个线型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可能，但是你要加上的话，尽量还是选它离20NA近一点的时候再加，你的风暴比比较低一点，就是你停损可能就守不用这么远，懂吗？如果是做短线的话，就停损不用守这么远。请问交叉下去还要等吗？还是可以陆续建仓？交叉下去就是不要买啊，不要什么陆续建仓，没有这回事哦。那个帅扣没有这回事哦，这个会一路向南哦。这个交叉下去的话，我不建议一次陆续建仓，我都建议重新上穿。我都是建议这个，像这个假如以SPY 来说，这双交叉就准备下去探亲了，这下面我都不会买，我都建议这个双交叉回来的时候再买，买在这里，对吧？你下面不要去，这边不要去赌啊，这边就放弃它了，对不对？都不要去赌，等它重新回来双交叉，你再回来买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能这样继续往下啦，对不对？它要是一直往下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所以等真的看到双交叉趋势往上，趋势真的往上的时候，再回去买。将来银行又来了，2026第1季，你只要用我的专属邀请码8CGDS 完成开立将来银行的存款账户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得到200块新台币。而且将来银行是纯网银哦，你完全不用临柜，只要线上点一点就好了。更扯的是，你只要在第1季用他们的千账金融卡、大江卡或是江卡刷满8000块的话，他就直接送你一个20寸的迪士尼行李箱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将来银行第1季的权益，可以参考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我会详细解释将来银行有哪一些好处。还没有存网银的，赶快把握这次机会。